14.19 版本的更新，让我们来聚焦几个重点问题。首先是对花仙子的削弱是否足够。花仙女王之铠的质量护盾威力从 35% 砍到了 25%， 来自女王的伤害治疗也从 15% 降至 12%。对此，云顶风向标的观点是，此次对于女王之铠的调整并不会影响洛的强势。这里多说一句，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发生在 14.19 版本大数据出现之前，希望各位观众能更多的关注思考的过程而非结果。云顶风向标认为，一、女王之铠颈面板已经是一件足够合格的坦装，护盾提升词条是锦上添花。二、洛的超模坦度来源多元，本身的双坦克羁绊花仙子、复苏者、技能数值、辅助羁绊时间学派，这些都是洛提升坦度的有效手段。三、如果想规避双坦克羁绊带来的超模，暴力点直接武器花仙装备互换，解决一切平衡难题。这是正常5花仙子的8人口构筑，一般会开2复苏、2时间、2堡垒。云顶风向标给到我一张更新前后2星洛开2堡垒5花仙带女王卫士之铠板甲狂徒时的等效生命值对比，板甲取备4个人集火时的数值。可以看到，在等效生命的绝对值上，更新后的洛的坦度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在2复苏加2时间及刚才提到的8人口构筑下，等效生命值是21333，依旧接近巅峰时期的狗头数值。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洛的坦度其实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结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削弱以前每秒是200伤害，回复也是200，那这种动态平衡会让洛一直满血，只能扛到回合结束。如果削弱后回复是160，那就是每秒掉40滴血。这种对动态模型的参数增减，或许对结果有超出预期的影响。削弱后的洛或许在面对高爆发阵容时，需要时间来持续补给坦度的短板暴露的会更加明显，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关于削弱的幅度，斯菲卡的坦度有一个基准数值，这个数值可能在15000，什么意思呢？就是拿任意一个2星斯菲坦克带板甲、狂徒兵甲都能扛大约15000的伤害。比如塔姆在开4重装战士带板甲、狂徒兵甲时，假设吃满重装战士护盾的 10% 减伤的前提下，也能承受13607点伤害。假如削弱后的等效生命值从16853来到了16344，那实际的削弱幅度应该是以15000为参照，实际的削弱幅度应该是 30.2%， 这才是洛这张卡相较于别的卡厉害的地方。而削弱针对的就是这部分超模的坦度，削弱比例可能比想象中更大。这种持续回复的机制其实非常难以平衡，稍微多一点数值就能一直回满，稍微少一点就彻底废掉。像反复横跳的复苏者，此前被移除的卡尔玛的回复，以及削弱前的龙牙，这样的设计要考虑的东西或许还有很多。第二个问题，数值加到多高伊菲卡才能成为 C 位？设计师认为每个伊菲一子都应该有其存在的价值，无论是暂时带之后的 C 位装备，还是通过强化符文值得等待化身4星超级明星。于是在这个版本加强了萨勒芬妮和索拉卡，但这种加强真的能实现设计师的初衷吗？伊菲卡似乎陷入了非英雄强化或神器适配就无法当主 C 的尴尬处境。神器适配本身就是变相的英雄强化，当然像小蜜蜂这种从体系卡到羁绊都为赌低费服务的设计除外。尽管一些卡的数值已经给到了可以说夸张的程度，比如经常看到的2星老鼠在高冰霜里打出接近主 C 的输出，生性冒险的3星杰斯带个偷偷会打出意料之外的伤害。新加入的4星机制更多还是偏娱乐上的改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伊菲卡定位的问题。目前设计师的解决方案就是设计了大量的低费专属强化塞进海克斯库里。这种做法的弊端是专属强化要足够强才会有人愿意选，但如果过强，那就对没刷到的人不够友好。那如果很垃圾，又占用了你的强化符文刷新栏位，当海克斯刷新库如这个赛季那样充斥着这些英雄强化的时候，那 S11 其实就是套皮的 S8 了。我讨厌 S8。改变伊菲卡技能形态数值，让其具有主 C 的能力是一个好的方向。如果能将它放到每个赛季特有的机制里来实现，在我看来可能会是更可行的办法。如果要让每一个伊菲都具有 carry 的能力，那么每一个伊菲卡在升到3星之后都应该有机会获得全新的技能。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狂暴战士的。这个版本尼拉的技能伤害回调，狂暴羁绊的伤害增幅和全能吸血数值增加，狂暴战士加强又削弱，削弱又加强，反反复复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原因是什么呢？前后排阵容的逻辑，我前排只要不倒，我后排就能稳定输出。战士的逻辑是自己输出自己扛。
如果它不够灵活，那等于是要和坦克比坦度，要和后排比输出。翻译一下就是要顶着对面的后排输出，硬过前排。所以设计师会给狂暴战士都多少加一点切后排的能力，比如卡特能跳到人堆里 LE 的后排，阿卡丽能在若干个技能后切到后排，剑姬可以往后排人多的地方戳，但给的不够干脆，给人一种阉割版刺客的感觉。那好，伤害能力不如刺客，那得在生存上弥补吧。但这些单位真的需要这些属性吗？或者说这些属性真的好平衡吗？一个能威胁到你后排的单位，拥有多少数值的吸血和减伤是合适的？设计师真的有信心能测算出来吗？刺客虽然让人厌恶，但是有反制的手段。狂暴战士这种阉割版的刺客，强不强全看自己的数值够不够高。数值高就是又打不死，伤害还高，还能切后排的无法处理的怪物；数值不够就是飞进人堆里暴毙的单位。第4个板块列举了一些我看起来像是值得期待的增强，或是刀的较狠的削弱。涉及到的相关阵容可以考虑尝试或避雷。由于洛的断档强势，导致原本诸多 14.18 的改动成效未能被完全发掘。如果 14.19 的改动能够成功将洛的问题解决，那么或许诸如学者、狂暴猎手、命枪等一众新的玩法就能活跃起来。所以这次 14.19 的更新更像是 14.18C， 是为上版本超模的洛擦屁股的一次热补丁。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